朋友们，今天最大的新闻，利物浦股东分威集团卖掉了30%的股份，而且接手的财团里还有前世界首富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那么今天的视频，首先是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然后是重磅新闻，最后是转会新闻。感谢您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热推和分享。好，又到了老 K 的百晓生兵器谱时间。今天咱们分析和预测新赛季5大联赛的10大前腰。咱们的节目呀是立足于现在26年夏窗各队最新的战术框架推演，还有转会格局。我们的目标呢是对2027年的金球奖在前腰这个位置以下球员的排名进行分析和预测。首先前腰在战术上，它基础的起点是位于中场和锋线之间，在这个中央或者内部区域负责连接中场和锋线，并且通过创造机会、持球推进、前插或者射门直接威胁对方的球门。所以如果某个边锋经常内切这种不能算成前腰，或者某个中前卫偶尔前插，这种也不能算进来。前面的2期咱们的10大中锋、10大边锋已经有了20个球员，他们也不会出现在后面的评选中。那么前腰这个位置它包含6种角色。第一， Classic Number 10 经典10号位，特点是在中锋身后接球组织，最典型的能力是视野和最后一传。第二， Advanced Playmaker 前场组织核心，特点是控制进攻3区，持续的创造机会，最典型的能力是传球和节奏控制能力。第三， Trequartista 自由前场核心，这个词儿源自意大利语，特点是大范围寻找空间，不被固定的站位所限制，最典型的能力是创造力和自由跑位。第四， Ball Carrying Number 10 持球型前腰，特点自己带球穿越中场线，最典型的能力是盘带、转身和推进。第五， Shadow Striker Number 10 影锋型的前腰，还有个英文名词叫 Goal Scoring Number 10，也是指的这个，特点大量冲击禁区，成为第2得分点，最典型的能力是前插、射门、无球跑动。第六， Pressing Number 10 压迫型的前腰，特点前场第1道压迫的核心，最典型能力是跑动、压迫和反抢。所以一个球员可以同时属于2种甚至3种角色。像穆夏拉，他既是持球型前腰，也是影锋型的前腰，而利物浦的维尔茨则更像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自由前场核心。皇马的贝林厄姆，他偏重于影锋型前腰和压迫型前腰。老 K 这个分类是参考了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日语、韩语、中文各种资料，可以说是相当权威、相当精准的。那么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排名第1，裘德·贝林厄姆，皇马的英格兰球员，这是我心目中前腰第1名。因为根据老 K 的推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新的主教练穆里尼奥准备把他重新推向球门附近。皇马现在正在演练何塞·穆里尼奥最经典的4-2-3-1。那么前场这一块，中间贝林厄姆，左边维尼修斯，右边扬迪奥曼德，顶在他们前面的中锋位置姆巴佩。也就是说，贝林厄姆明确的成为一个10号位前腰米迪亚庞塔，这是个西班牙语的术语，字面意思是半个锋线，它指的是介于中场和前锋之间的攻击手。所以贝林厄姆新赛季不会像过去2年那样经常被拉回到中场，承担大量的推进和防守工作。那么这个位置就相当恐怖因为贝林厄姆最强的东西其实未必是传球能力，而是他什么时候突然进入禁区。如果姆巴佩向左移动，中后卫跟着姆巴佩走，那禁区中央就会出现大量空当，这时候贝林厄姆从10号位突然杀上去，他就更接近于影锋型前腰，而不是过去穆里尼奥1期的皇马像厄齐尔那种经典的10号位。所以老 K 给贝林厄姆的角色比例大概是影锋型前腰 45%， 压迫型前腰 30%， 前场组织核心 25%。 在刚刚结束的26年世界杯特别有意思，英格兰最终获得第3名，贝林厄姆8场比赛贡献了7个进球1个助攻，所以穆里尼奥显然很希望把世界杯那个能进球的贝林厄姆带回皇马。更夸张的是，他总是在淘汰赛阶段最关键的比赛连续贡献重大进球。贝林厄姆在连续2场世界杯淘汰赛都完成梅开二度，是自1986年迭戈马拉多纳之后就没有过的。所以这里老 K 也给观众们提一个问题，贝林厄姆到底是中场还是披着中场球员外衣的前锋呢？欢迎您在留言区评论。另外，为什么他在老 K 这个榜单排第1？因为他的金球奖路径几乎完美。第1，拥有皇马这样的平台；第2，是姆巴佩身后固定的10号位；第3，已经证明自己在大赛往往能够进球。
第4点，24年的金球奖他已经拿过第3名了，所以新赛季如果贝林厄姆重新出现20加以上的进球，并且皇马拿到欧冠冠军，他是完全有可能直接拿到27年金球奖的。好，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2位加马尔·穆夏拉，来自拜仁的德国球员，他是持球型前腰加上影锋型前腰。如果说贝林厄姆代表靠跑动进入禁区的10号位，那穆夏拉代表着自己把球带进禁区的10号位，这是2个人最大的区别。穆夏拉的招牌动作背对球门接球，突然转身，2-3个非常细小的身体假动作，然后从2名对方中场球员之间钻过去，直接面对中卫，这就是典型的持球型前腰。拜仁慕尼黑自己的战术分析已经将他称为现代10号演化的典型。他不只是能创造机会而是在不断增加自己禁区内的触球、射门以及自己攻击球门的比例，所以他的含量，持球型前腰 50%， 影锋型前腰 30%， 自由前场核心 20%。 关于穆夏拉，过去老 K 也做过纪录片，欢迎您在老 K 纪录片这个播放列表里面找来再看看。他小时候长期生活在英格兰，曾经在切尔西的青训体系成长，16岁2019年从切尔西青训加盟拜仁。过去拜仁的名宿赫尔曼·格兰德曾经回忆第一次观察穆夏拉踢球，我发现我自己刚刚想到这里应该转身，场上的穆夏拉已经提前完成动作了，这说明他比我脑子的决策还快那么一点点。另外更加具有戏剧性的是，穆夏拉和贝林厄姆小时候还在一起同时代表过英格兰青年队，但现在一个为英格兰效力，一个为德国效力，反而2个人成为世界最佳前腰的直接竞争者。还有我们不得不提25年7月，穆夏拉遭遇了严重的左腿骨折，脚踝脱臼，休战了接近200天，一直到2026年1月才重新正式比赛，这直接破坏了他上个赛季。而且现在备战期间，拜仁仍然在谨慎管理他的身体状态和训练量，所以下赛季实际上非常像穆夏拉一个真正复活的赛季。如果完全恢复健康，他有可能直接从世界最佳前腰之一变成世界金球奖候选人。OK， 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3位弗洛里安·维尔茨，来自利物浦的德国球员，他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自由前场核心。维尔茨和前2个人还完全不一样，他既不是贝林厄姆那种冲击型的，也不是穆夏拉那种疯狂过人型的。维尔茨的优势是我总是比别人提前半秒就能看到进攻下一步。他的角色前场组织核心是第一身份，他经典的比赛方式呢，当中锋回撤维尔茨跑到他旁边的空间，然后一脚短传继续移动，再次接球，突然又是一个直塞，所以他非常喜欢通过2过1和第3人的配合，一点一点拆掉对手的防线。同时他又具有自由前场核心的自由的属性。那么在老 K 眼里，维尔茨前场组织核心占 50%， 自由前场核心 35%， 影锋型前腰 15%。 那么为什么下赛季他特别值得期待呢？因为维尔茨在利物浦的第1年其实没有达到外界期待，他以最高的 1.16 亿英镑的转会费随后在49场各种赛事大概交出了答卷呢，7个进球10个助攻，但球队只拿到英超第5，主教练斯洛特还因此被解雇。但是现在新的主教练伊劳拉来了，已经给出非常重要的信号，要让维尔茨踢自己最喜欢的10号位，而且就是在亚历山大·伊萨克身后。过去维尔茨自己也明确表示过，这个在中锋身后的10号位其实最适合自己。所以关于他，老 K 也提一个问题，他到底是1个亿英镑的水货呢，还是第2年能够爆发的世界第1前腰？因为大家都知道他过去在勒沃库森时期有多强，然后来到英格兰第1个赛季没有适应，球队也乱主教练还下课了。所以第2年一个崭新的主教练，加上给他固定的10号位，加上前面有伊萨克顶在前面，这是非常经典的复仇故事另外值得一提，在刚刚过去的世界杯，维尔茨是德国攻击体系里获得很大自由度的核心攻击型中场，所以我把他排在第3位。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4位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他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压迫型的前腰，这也是最容易被年轻观众低估的人，因为他已经31岁。但如果我们问谁是现在数据最恐怖的纯前腰，那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必须进前5上个赛季在英超他34场比赛8个进球20个助攻，还被评为英超最佳球员。曼联最终拿到第3，重新进入到欧冠。B 费的助攻数据甚至打破了曼联球员单赛季的英超历史纪录，
超过了此前的大卫贝克汉姆，还追平了英超历史上最高纪录。那么 B 费是什么类型呢？很多人会简单说经典的10号位，其实不准确，因为 B 费的活动量太大了。他会回到中场拿球，会长传，会继续前插，在球队丢失球权后，他马上又反抢。所以更准确讲 ，B 费前场组织核心 50%， 压迫型前腰 35%， 影锋型前腰 15%。而最打动曼联球迷的是，在曼联历史上最低谷、最混乱的时候，队长 B 费没有走。过去几年，沙特球队一直提供巨大的合同诱惑，但他选择继续留下。而且曼联经历了各种主教练的更换，管理层也陷入争议，成绩巨幅波动。在这种情况下，乱世出英雄，他反而逐渐成为球队的队长，创造核心，甚至精神领袖。过去那一段混乱时期，真正撑住曼联的人，那肯定就是 B 费了。而现在故事突然反转，曼联回到第3，重新回到欧冠，迈克尔·卡里克正式拿起教鞭，前面还有谢什科、库尼亚、姆波莫这样的3叉戟。也就是说 B 费终于又拥有一支可以帮他把助攻转化成奖杯、冠军奖杯的球队。所以如果新赛季曼联成为欧冠的黑马， B 费可能是老 K 的榜单上最大的金球奖黑马。 OK， 新赛季前腰预测第5位拉扬·切尔基，来自曼城的法国球员，他是自由前场核心加前场的组织核心。如果要让老 K 选一个10个球员里谁最像街头艺术家呀，那肯定就是切尔基了。切尔基非常接近现代自由前场核心，他不是一直在高速比赛，相反呀，切尔基特别喜欢接球之后停一下，先观察，做个身体假动作，等防守人先动，然后突然传出让你完全意想不到的球。所以在他身上，自由前场核心 50%， 前场组织核心 35%， 持球型前腰 15%。 切尔基上赛季来到曼城是第一个完整赛季，但已经非常成功，各项比赛贡献了10个进球、15个助攻、25次直接参与进球。同时他还入选了 PFA 英超赛季最佳球员候选名单。而在他身上争议十足，他过去常常被认为是天才，但是效率不足，但现在已经不能这么说他了。切尔基从里昂队青训一路走上来，很早就被视作法国最具创造力的天才之一。现在来到曼城，瓜迪奥拉直接把象征组织核心的10号球衣交给他，所以这个天才长期被法国国内说成他只会炫技，只会秀脚法。可现在不是了，他真的成为曼城10号。但有一点，曼城队的福登可能会竞争切尔基的首发10号位，所以他如果想真正冲击金球，切尔基必须首先做到15个进球以上，20个助攻以上，然后在欧冠淘汰赛要成为绝对主角。好，10大前腰预测第6位达尼·奥尔莫，来自巴塞罗那的西班牙球员，他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影锋型前腰。奥尔莫是老 K 这份名单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球员，他没有切尔基那么华丽，没有穆夏拉那么能过人，也没有贝林厄姆那么强壮，但是刚刚看过世界杯我们就知道他特别懂什么叫空间，而且2年前的欧洲杯他表现更加耀眼，所以状态好的奥尔莫老 K 是非常喜欢的。他的强项是什么呢？就是当对方2个中场球员之间出现一个小口子的时候，奥尔莫就已经在那里了。当我们的中锋把对方中后卫带走的时候，奥尔莫已经冲进去了。当咱们的边锋内切的时候，奥尔莫已经自动跑到另外一个空间。所以他的角色，前场组织核心 40%， 影锋型前腰 35%， 自由前场核心 25%。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最懂得识别空间的西班牙足球的10号位。过去老 K 的纪录片里也做过奥尔莫的故事，感兴趣您可以找来再看。他身上最有趣的故事，当年为了踢职业足球，少年时代主动离开巴萨。其实他原本就是拉玛西亚的球员，但当时为了打比赛，不仅离开巴塞罗那，还离开西班牙，去到克罗地亚加盟了萨格勒布迪纳摩。在那里，奥尔莫真正成为职业球员，随后去到德甲的莱比锡队，经历了多年辗转，又重新回到巴塞罗那。这段路线非常特别，别人是拼了命想进拉玛西亚，他却主动离开拉玛西亚，但是10年之后又重新成为巴塞罗那的前腰。而这次世界杯又把他的地位给提高了。奥尔莫在世界杯开始阶段并非固定主力，而是随着比赛的发展逐渐成为西班牙队关键球员，帮助球队最终捧得大力神杯。他是这一届西班牙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决赛阶段贡献助攻最多的球员，这说明他特别适合大赛，适合空间极其狭窄，适合和高水平的队友进行配合。
不过对他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俱乐部内部。亚马尔现在是第一明星，奥尔莫必须想办法把自己的进球数字明显提高，才有可能提升自己在金球榜单上的排位。OK， 新赛季10大最佳前腰预测第7位，马丁·厄德高，这是来自阿森纳的挪威球员，他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压迫型前腰。如果您的哪位朋友要找最标准的现代组织型前腰，那厄德高几乎就是教科书版的。他是特别喜欢右侧的内部区域，萨卡以前拉边，那厄德高就在里面接球，而当右后卫前插的时候，厄德高总是能突然把球送入禁区，所以他身上前场组织核心 60%， 压迫型前腰 25%， 自由前场核心 15%。 值得一提的是，厄德高在挪威的时候年仅15岁就已经踢顶级联赛，当时就成为极受关注的世界级少年天才。随后加盟皇马，在皇马没有取得成功，没有拿到上场机会，后来辗转海伦分队、维特斯队、皇家社会队，一次又一次被租借，最后来到阿森纳，然后在阿森纳成为队长。他刚刚在上赛季以队长身份捧起了英超冠军，但为什么只排第7呢？因为个人数据方面出现了明显下滑。整个上赛季，老 K 在一周又一周的欧洲联赛里面已经给大家评点过了，厄德高的表现时好时坏，许多时候属于被老 K 批评的对象。再加上受伤、出勤等因素，他24场比赛只有1个进球、6个助攻。不过阿森纳的平台够大，能够夺得英超，能够进入欧冠决赛。所以现在的问题只剩下一个，厄德高自己还能不能重新成为这支冠军球队的数据核心？如果他能重新回到15个进球加15个助攻的级别，并且同时阿森纳能拿到欧冠，那他的排位会大幅上升。 OK， 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8位，科尔·帕尔默，来自切尔西的英格兰球员，他是前场组织核心加上影锋型前腰。帕尔默为什么一定要进老 K 这个榜单？因为他已经证明过了，金球奖的评委是愿意给他票数的。在2025年金球奖，帕尔默甚至拿到了金球奖评选第8位。而他的角色很有意思，他不是传统10号位，他喜欢在右侧内部区域拿到球，先停再观察，突然左脚送出直塞，或者自己进入到射门的区域。所以在他身上，前场组织核心 40%， 影锋型前腰 40%， 自由前场核心 20%。 但最大的问题是上赛季是他明显低谷，由于一直受到腹股沟伤病的影响，帕尔默是一直带伤上阵，最后整个赛季下来34场比赛11个进球3个助攻，但没有进入英格兰世界杯名单。而球队的战绩更惨，切尔西只拿到了英超第10。新赛季切尔西甚至没有欧战，但为什么能把他排到第8呢？因为现在哈维·阿隆索来了，切尔西还豪掷了 1.17 亿英镑买下帕尔默的好友摩根·罗杰斯。主教练阿隆索已经公开表示过，自己有办法让帕尔默和罗杰斯共存，同时发挥，所以新赛季很可能是他的复活赛季。只是没有欧冠实在太致命了，除非切尔西直接拿到英超冠军，这样才能提高他在金球奖的排位。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9位，菲尔福登，来自曼城的英格兰球员，他是影锋型前腰加上自由前场核心。这里老 K 先提个问题啊，过去我们看福登已经看了快10年了，他到底最适合踢什么位置？在瓜迪奥拉时期，他曾经被不断的放到不同的位置，但到了26岁，他的最佳角色仍然没有完全定型。但老 K 认为位置上其实还是前腰，他不是贴边型边锋，也不是传统的中前卫，而是最接近影锋型前腰。因为他最强的特点是在狭小的空间处理球，在禁区边缘射门，还有进入禁区快速的打撞墙式配合，并且完成最后一击。所以福登身上影锋型前腰 45%， 自由前场核心 30%， 前场组织核心 25%。 想想2年前23到24赛季的福登曾经打出各项赛事27个进球的数据，但随后状态明显下滑。上赛季他各项赛事只有10个进球7个助攻，这是他个人表现最差的一年，最终甚至没有进入英格兰世界杯大名单。但是曼城在今年反而选择和福登续约到2030年，然后瓜迪奥拉时代结束了，马雷斯卡上任，这意味着福登第一次要真正进入到没有瓜迪奥拉的曼城，所以一切充满未知数。新赛季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最关键的一年。好，新赛季10大前腰预测第10位，摩根·罗杰斯，来自切尔西的英格兰球员，他是持球型前腰加上影锋型前腰。最后一位老 K 选他，因为他的上升曲线实在太猛了。
这里老 K 也提个问题啊，看过罗杰斯踢球的，您觉得他是什么类型？那么在我眼里啊，他和威尔茨完全相反。威尔茨是找空间然后传球，罗杰斯是找到空间然后自己带球把对方的防线撞开。在上赛季英超的攻击球员当中，罗杰斯有大量的有效持球推进，曾经有分析还专门强调了他用力量、用速度和带球制造危险的能力。所以在他身上，持球型前腰 50%， 影锋型前腰 30%， 压迫型前腰 20%。 最有趣的是，1年多以前罗杰斯还不是超级巨星，但现在成了英国历史级的转会。他小时候曾经在曼城青训体系发展，随后经历了多次外租，还踢过英冠，但真正爆发是在阿斯顿维拉。上赛季他帮助维拉拿下了欧联杯决赛3-0击败弗莱堡的比赛，他还1个进球1个助攻，随后被评为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然后切尔西今年夏天为他支付的 1.17 亿英镑也刷新了英格兰本土球员最高身价纪录。所以过去3年他从英冠到维拉，然后成为欧联杯最佳球员，然后创造了 1.17 亿英镑的转会纪录，几乎就是3年都在做火箭。所以新赛季如果继续这个速度，那罗杰斯还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好的，说到这里啊，老 K 总结一下，对影锋型前腰啊，像贝林厄姆、帕尔默和福登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我什么时候进入禁区；而对持球型前腰穆夏拉、罗杰斯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我能不能自己把球带过中场线。对前场组织核心像维尔茨、毕费、厄德高、奥尔默这样的球员来说，他们的问题是我下一脚球应该传向哪里。而对自由前场核心切尔基来说，他的问题甚至不是应该站在哪儿，而是哪里有空间我就去哪儿。这也是自由前场核心这个角色最迷人的地方。这里多说一句，这个榜单上老 K 没有选居莱尔，尽管他的能力完全足够，而且季前赛表现也非常好，穆里尼奥也一度让他踢前腰，但问题是贝林厄姆回来了。根据最新的消息研判，穆里尼奥很可能将贝林厄姆固定在10号位，那么居莱尔可能被放到双后腰或者中前卫，或者就只能打替补，成为轮换的10号。所以居莱尔的不确定性很大，咱们只能先放一放。另外，巴塞罗那的费尔明·洛佩斯，他其实特别符合影锋型前腰和压迫型前腰。主教练弗里克自己就曾经非常清楚地区分过，奥尔默给我们带来控制，费尔明带来活力和动态的冲击。但是费尔明因为脚伤错过了世界杯，而且巴塞罗那现在在中场中间的竞争太激烈，所以也只能把他先放一放。还有亚特兰大的德凯特雷拉，他是个非常标准的自由前场核心支援型前腰，他在亚特兰大已经累积有32个进球31个助攻，而且可以踢前腰、二前锋，甚至踢为9号。但是亚特兰大毕竟平台小庙小，所以想突围金球榜单，他的概率就明显低于皇马呀、拜仁呀、利物浦啊、曼城啊、巴塞罗那这些球队了。如果未来他转会去了大巴黎，那么老 K 会明显上调他的排名。好，那么今天老 K 选的这10个人，第一集团贝林厄姆、穆夏拉、维尔茨，这3个人都具备年龄的优势，还有超级俱乐部，还有在10号的核心位置，还有世界级的能力，这4项条件都有。而老 K 最看好的还是贝林厄姆。第二集团毕费、切尔基、奥尔默，如果他们的球队拿到欧冠，那这3名球员很可能冲击一下个人的荣誉。这其中我最看好切尔基突然的爆发，因为曼城毕竟是非常强的一个冠军平台呀，而切尔基第1年已经做到了25次直接参与进球。好，第3集团厄德高、帕尔默、福登、罗杰斯，其中帕尔默的问题是没有欧冠，福登的问题是能不能重新锁定主力位置，厄德高的问题是个人的数据，罗杰斯的问题则是球队切尔西整体的水平。那么下一集咱们将做10大中前卫的预测，那时候就会把佩德里、赖斯、巴尔韦德这种基础位置更靠后的中场球员放进去。今天讲到这里，大家就越来越明白了。这样的分类主要是 position 位置要相同，但角色肉可以完全不同。接下来是今天最新的转会新闻和重磅新闻，请您千万不要走开。那么如果喜欢老 K 做的这种百晓生的兵器谱，希望您能够多分享、多点赞、多热推，非常感谢。好，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利物浦的控股方芬威集团已经出售了自己持有的 30% 股份，卖给了1892控股公司。而这个财团呢，包括了阿米特巴迪亚、爱德华多、伊莱恩·萨维林夫妇，还有通过 K5 体育参与其中的杰夫·贝佐斯。芬威集团卖掉了 30% 的股份，
但俱乐部日常运营不会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增加转会资金。过去双方为这笔交易已经谈判了好几个月，现在交易的最终完成还需要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并且满足其他的常规交割条件。这一次是战略投资，通过出售股份，利物浦汇聚了来自全球商业、科技和投资领域的顶尖专家。这其中最显眼的名字就是亚马逊的老板，过去的世界首富杰夫·贝索斯。不过贝索斯是这个财团的重要资金提供者，不是这个财团的掌舵人。根据各方消息，这次卖掉的股份在 30% 到 33% 之间，价格是15亿到 16.5 亿英镑之间。这个财团最核心的人物是阿米特·巴蒂亚，他是英国出身的印度裔商人，他有各种投资银行和投资的背景。而足球方面，他从2007年就开始参与到女王公园巡游者 COP2 的投资，前后接近19年。所以他不是一个突然跑进足球圈的科技亿万富翁，他实际上已经拥有接近20年的英国职业足球董事会的经验。为了推进这一次利物浦的投资，他在今年7月刚刚退出 COP2， 还转让了相关股份。交易完成以后，他将成为利物浦的副主席，这点非常重要。而在他背后有个更大的名字，瓦妮莎·米塔尔，这是钢铁大亨拉克西米·米塔尔的女儿，也就是说巴蒂亚是米塔尔的女婿。这次不仅仅是巴蒂亚个人的钱，米塔尔家族资本也正式参与其中，而且他们在一起也不是第一次进入足球。早在2007年，米塔尔家族就取得了 COP2 约 20% 的股权，并且让巴蒂亚进入董事会，所以整个路径非常清楚，这也不是临时起意。而亚马逊的老板贝索斯，他是 K5 Sports 基金的主要投资人，通过这个基金投资了1892，所以交易成功后，贝索斯并没有利物浦的董事席位。现在看上去他只是财务投资，而不是运营的老板。而另外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人是爱德华多·萨维林，他是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他和妻子通过 EE Capital 参与1892的投资。而 EE Capital 是一家在新加坡为基地的家族办公室，而真正进入利物浦董事会的也不会是爱德华多，而是伊莱恩·萨维林。所以这个资本结构就非常有意思了。英国和印度的资本巴迪亚加上米塔尔家族，然后是美国科技资本 K5 Sports 加上贝索斯，第三方是新加坡的全球科技资本 EE Capital。 所以这次的收购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富豪去买俱乐部，而越来越像美国职业体育中非常常见的机构化、财团化的体育资产所有权结构。还有，为什么叫1892控股公司呢？因为利物浦俱乐部就成立于1892年。这个控股公司的名字是明确在表达，我们不是一家普通的 PE 基金，我们是专门围绕利物浦建立的投资载体。而对芬威集团来说，利物浦现在并不急缺资金。那芬威集团为什么愿意卖股份？真正吸引到他的是这些人的商业网络，特别是在科技、在全球投资、在印度、亚洲、美国各种商业合作和新媒体。这能够帮助利物浦俱乐部在印度和亚洲市场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而且利物浦现在其实已经非常赚钱了，他们的收入达到了 7.03 亿英镑，创了队史纪录。利物浦也是现在英超收入最高的俱乐部之一。所以这次买卖绝不是芬威集团没钱啦，我们赶紧找贝索斯救命啊！不是，而是通过这笔交易，利物浦现在已经变成全球顶级的体育资产，趁着估值很高，引入几个拥有全球科技、金融和亚洲资源的长期合作伙伴。但是从数字上咱们看一看，芬威集团这一笔有多赚。他们在2010年17年前购买利物浦花了3亿英镑，而现在只出售约 30%， 就拿到了 16.5 亿英镑。这仅仅 30% 的股权已经相当于当年购买整个利物浦价格的 5.5 倍。而卖出以后，芬威仍然是多数股东，仍然持有 70% 的股份。但是也不能简单这么看因为过去的16年芬威投入巨额资金建球场、建训练基地、承担债务，还有税务融资成本等等。不过这 5.5 倍的资产价值比较足以说明，芬威在利物浦的投资已经是体育史上最成功的资产投资之一。但有一点老 K 要指出，这个估值非常贵。因为今年5月，福布斯刚刚对利物浦俱乐部有个估值62亿美元，也就是46亿英镑。当时的排名已经是全球足球俱乐部第4。但现在这一笔交易隐含价值达到了55亿英镑，约70亿美元，
明显超过了几个月前福布斯的估值。不过福布斯用的是企业价值估值等等自己的估值方法，而这笔交易报道的隐含估值55亿英镑究竟是怎么处理净债务、股权价值，目前没有完整的公开交易文件，所以绝不能简单说利物浦短短3个月就涨了 20% 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一点，巴蒂亚的财团愿意为利物浦支付明显的战略溢价，而且还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收购成功不会直接给钱让主教练多买人，交易不会改变利物浦今年夏天的转会预算或者转会策略，而且新的英超规则也决定了，老板就算有钱也不等于可以无限买人。英超官方的基本门槛是 85% 足球相关收入加上球员净出售的收益，而且也不能简简单单把几十亿就打进利物浦俱乐部账户，然后全部用于买球员，那也不行。但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利物浦会不会获得更多的新的全球商业赞助，因为贝索斯他们加入真正能够帮利物浦的地方是把俱乐部的收入做得更大，而利物浦本身已经拥有巨大的国际球迷的基础。这次各位投资人更加看重印度和亚洲方向是潜在的增长方向，这是本次投资最大的战略价值之一尤其印度，他们在足球商业市场目前和人口规模相比开发程度非常低，可以说是蓝海市场。今天的转会新闻关于恩佐，切尔西预计恩佐将继续留队，因为在他们设定的最后期限前没有收到曼城的报价。切尔西此前为曼城设定的时间节点是北京时间8月15日0点，所以由于没有收到报价，那么此前在5月底向潜在的求购方和球员团队提出的口头条件也就不再有效。过去切尔西为阿根廷中场25岁的恩佐标价 1.2 亿英镑，并且明确表示，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收到这个金额的报价，恩佐今年夏天就不会离队。这一点切尔西此前已经告知了曼城，也告知了恩佐的团队。球员的经纪人从5月份开始就已经知道切尔西俱乐部的估值了。那么接下来恩佐目前和切尔西的合同将持续到2032年，但有消息说曼城依然对恩佐感兴趣。曼城内部的消息人士也指出，过去切尔西在2023年2月追逐恩佐的时候，当时谈判一直拖到了转会窗关闭前的最后几分钟，而在此之前本菲卡队还曾经公开表示说恩佐是非卖品，但是设定的最后期限现在已经过去，如果曼城还想要，那么交易条款或者交易的结构就需要有所改变，所以今年夏天曼城是否会提交报价仍然有待观察。反正切尔西方面已经认为1.2亿英镑你想买走恩佐，那已经不具有可行性了。老 K 倒是觉得这件事情恩佐自己和恩佐的经纪人是真的急坏喽。这主要还是由于近期在切尔西队内有几位和他地位、身价、战术作用差不多的核心球员像凯塞多、帕尔默、里斯詹姆斯、若昂佩德罗，他们都涨薪了。恩佐在切尔西的薪水一直就比较高，所以现在蓝军切尔西采取的很严格的薪资结构，低底薪、高奖金，大家都受制于这个体系。但恩佐觉得跟自己世界杯冠军球员，我现在是核心了，跟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确实他对薪水不满意。切尔西也不惯着他，一直没有要和他谈涨薪的新闻，所以球员是急坏了，经纪人是急坏了。但主动示好皇马嘛，皇马又不想要他。曼城呢？曼城现在又不报价，那怎么办？留下来继续给切尔西踢球，他会全心全意尽心尽力吗？有待观察。我总感觉恩佐的经纪人还得搞事儿。好，今天切尔西18岁的边锋，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小天才萨特帕耶夫已经租借加盟了伯恩利队，罗马诺已经确认协议中不包含买断条款，1年后球员将回归切尔西。最近队里面刚刚结束禁赛的25岁乌克兰前锋穆德里克，据说切尔西考虑将他外租到斯特拉斯堡，但暂时不考虑出售。球员现在刚刚回到训练场，也非常幸福，他迫切希望重返足坛，再次证明自己。3年半前，他的身价7000万欧元，从顿涅茨克矿工投奔切尔西，但来了之后事情一直没有理顺。小伙子还年轻，他如果踢出来，将是未来的切尔西一个巨大的 X 因素。好，巴塞罗那方面在买不来小蜘蛛的情况下，终于传出消息，他们考虑葡萄牙体育的前锋路易斯·苏亚雷斯。这位28岁的哥伦比亚前锋身高1.81米，上赛季在葡超出场32次，打进28个球，他的解约金为8000万欧元。现在两家俱乐部之间还没有展开对话，
但巴萨已经在通过球员的身边人了解他的现状。巴塞罗那董事会也很认可这个方案，但只有在小蜘蛛的转会最终失败的时候才会启动。而马德里竞技当地时间周五将前往马赛参加和马赛奥林匹克的热身赛。小蜘蛛、巴埃纳还有略伦特都没有入选名单。他们在世界杯决赛后的3周假期结束以后，于周二恢复训练，目前正在执行单独计划。预计到下周3，这3名球员会进入到比赛节奏。8月19日，那也是西甲第1轮，马德里竞技坐镇主场对阵马拉加队。另外，除了这3位，马德里竞技现在还缺少瑟洛特，他正受到肌肉伤势的困扰。小蜘蛛自己呢，仍然明确想去巴塞罗那，但马竞就是不放人啊。他的经纪人要求和马竞管理层会面，团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 CEO 马林，但马林就是冷处理，立场很坚定。至今没有安排和阿尔瓦雷斯的私人会面，他目前正在休假。所以对阿尔瓦雷斯本人来说，有消息说他私下里已经崩溃了，情绪崩溃，遭受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但无论如何，巴塞罗那已经等不起了。巴萨的体育管理层已经开始了解其他锋线的选择，并且手头上也有一些备选方案，都是能在较短时间就能敲定的。不过如果没有得到主教练弗里克的批准，俱乐部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至少接下来的1周，巴塞罗那仍然会继续围绕小蜘蛛来推进。这一方面是出于对阿尔瓦雷斯个人的承诺，另一方面俱乐部很清楚，小蜘蛛就是补强巴萨进攻的理想人选。现在只能说呀，如果马竞继续强硬的拒绝放人，那么慢慢的巴塞罗那也不会再受到其他的承诺约束。也就是说，再拖下去，巴萨也不用再为小蜘蛛负责了。情况到那个时候就会变得更加明朗。而对这件事情，阿根廷记者是这么说的：这事儿啊，是马竞管理层告诉小蜘蛛，如果他想离开，就必须公开表示。现在西蒙尼不想介入此事，他已经知道球员的想法，但最终的决定权在马竞高层手里。阿尔瓦雷斯是1分钟都不想待下去了，他对自己目前的处境很不满意。但是马竞方面给他发了一条信息，要求他必须公开提出离队申请。因为小蜘蛛此前已经私下表达过意愿，但马竞要求他如果想离开就应该公开表态，这样人们才能明白这不是俱乐部的决定。所以西蒙尼想留下他，但他也知道球员想走。与此同时，马竞不想卖掉他，除非是按小蜘蛛的解约金条款5个亿来卖。现在球员的处境变得很尴尬，因为他正在一个自己以为永远不会再来的地方。目前有人预测小蜘蛛可能在未来几天内会采取新的步骤，那其他人我们就只能再等等看了。好，巴萨方面，小将约弗雷·托伦茨即将加盟阿贾克斯，这笔转会正在敲定，这是将他50%的所有权以6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给阿贾克斯。19岁的托伦茨2017年加入拉玛西亚，当时只有10岁。而另一位20岁的右后卫福特，现在多特蒙德已经开始接触，谈判正在进行。好，关于罗德里，巴塞罗那将向曼城发起第3次报价，这一次的方案金额在6000万到8000万欧元之间。巴萨方面仍然充满信心，并且保持乐观，价格甚至可能略高于7000万欧元。如果签下罗德里，巴塞罗那在转会费、球员的薪资还有经纪人佣金加起来总花费将超过2.1亿欧元。巴萨现在给球员开出的合同为期4个赛季，1500万欧元，但是是税后年薪。按照加泰罗尼亚的税制，这就相当于税前3400万欧元，4年总计就已经1.36亿欧元。此外还要加上佣金和转会费，具体的成本总额将推高到2.1亿欧元以上。而皇马在处理像迪奥曼德还有库库雷利亚这种高价操作的处理方式也类似，只是由于球员年龄小，薪水低，更容易摊销，操作空间就更大。而现在巴萨还正在推进小蜘蛛，那么罗德里和小蜘蛛如果都来，2笔交易的总支出可能高达5亿欧元。好，最新消息，巴塞罗那对路易斯·苏亚雷斯的兴趣，主教练弗里克已经批准。如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最终未能成型，那路易斯·苏亚雷斯很可能成为新赛季巴塞罗那的主力中锋。好，巴塞罗那选择中锋方面，他们也已经联系了恩昆库，这位 AC 米兰的法国前锋已经被米兰要求离开，让他寻找新的俱乐部。除了巴萨之外，多特蒙德和莱比锡也是潜在下家。不过28岁的恩昆库去巴萨这件事老 K 觉得不靠谱，他过去在切尔西表现就很一般，到了意甲 AC 米兰仍然状态萎靡。
这样的球员怎么能到巴塞罗那打主力中锋呢？多半是米兰为了卖人或者经纪人方面在放消息。不过另一边又说巴萨确实在考虑布鲁日队的前锋特雷索尔迪，但他还只有21岁，身高1.83米，去年才刚刚在比利时甲级联赛崭露头角，年龄还很小，所以如果买他，那也是属于巴萨对未来的投资。OK， 阿森纳方面，他们正在和勒沃库森就23岁的年轻后卫夸安萨的交易进行谈判。去年夏天，夸安萨离开了自己青训母队利物浦，加盟到德国足坛。首个赛季在德甲各项赛事出场44次。鉴于他现在在德甲的表现，还有夸安萨目前的合同还剩4年，阿森纳如果想将他带走，很可能需要支付远高于去年7月勒沃库森引进他所花费的3000万英镑。但他能够胜任中后卫和右后卫2个位置，他的多面性对阿森纳的防线是很好的补充。这一次要价呀，至少5000万欧元以上。现在球员持开放的态度，但勒沃库森并不想出售他。刚刚过去的世界杯，他代表英格兰队出战了3场比赛。至于利物浦，他们拥有7000万欧元的回购条款，但目前该条款的激活期限已过。OK， 利物浦方面的科蒂斯·琼斯现在已经告知团队，只要国际米兰对他的兴趣还在，就拒绝其他球队的报价。目前感觉大概3500万欧元可能足以完成这笔交易。预计国际米兰可能在正式签下斯彭斯，并且出售弗拉泰西以后，下周就会继续推进关于科蒂斯·琼斯的谈判。而利物浦方面，现在新的主教练伊劳拉来了，队里面过去中场的主力麦卡里斯特必须想办法给新主帅留下好印象，否则可能主力位置不保。上个赛季利物浦表现糟糕，最终只排名第5。麦卡里斯特现有合同还剩2年，目前没有关于续约的实质性谈判，但各方对此都没有感到恐慌。现在利物浦的立场，如果收到一份有分量的关于麦卡里斯特的报价，可能会考虑出售，但桌面上目前没有这样的报价。可是如果曼城中场罗德里未来2周转投巴塞罗那，那潜在的中场连锁交易有可能出现，麦卡里斯特也可能因此被卷入其中。现在利物浦选择优先和中场球员格拉芬贝赫、索博斯洛伊续约，而麦卡里斯特的合同只剩2年，今年12月他又会年满28岁。今年夏天本来是最大化将他卖掉套现的理想时机，但是夏窗这个阶段想要寻找他的替代者难度很大，这让转会看起来不太可能发生。但他的价值会随着未来每一个转会窗过去而下降。更关键的，主教练伊劳拉将考察麦卡里斯特，判断这个球员如何才能最适合自己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24到25赛季，麦卡里斯特是队里面最出色、最重要的中场，当时他正处于巅峰。可到了上个赛季，状态下滑如此明显，让人很难满意啊。上赛季的利物浦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体系上一个明显短板就是压迫效率不好，对方总能够很轻松的就能在斯洛特的球队压迫下出球，这让利物浦中场的问题暴露出来。但对此，麦卡里斯特认为自己受到的批评不太公平。好的，现在新的主教练伊劳拉来了，他过去在伯恩茅斯有着高强度侵略性的打法，现在目标就是修复这些问题，而在季前赛已经出现了积极的信号。不过他的新体系对2个中前卫的要求非常高，其中一个已经定了，那就是索博斯洛伊。索博需要把压迫位置提得更高，去支援9号位和10号位的球员。而伊劳拉要求中后卫在对抗中要占据优势，但这很可能导致中路出现2点球。所以如果对手找到办法摆脱了压迫，2个中场球员就必须反复的回追。现在看来，格拉芬贝赫有可能难以及时回追。这个位置几乎就是为索博的技术特点设计的，但是对麦卡里斯特、对格拉芬贝赫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天然的契合。麦卡里斯特的机动性一直是个短板，所以新赛季具体会怎么样，这3个中场球员的跑动和覆盖能力将是关键。那么费兰托雷斯、霍茨双双抵达巴黎，即将接受体检，而巴黎队自己对球员巴尔克拉要价仍然达到 1.45 亿英镑，红军利物浦和枪手阿森纳都不愿意满足。随着事情继续发展，转会截止日期越来越近，球员巴尔克拉本人希望加盟英超，但接下来他是不是会主动要求离队，是不是会施加压力推动转会，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利物浦仍然想引进2个边锋，巴尔克拉是其中之一。OK， 巴黎队，罗马诺已经确认，巴黎签下了阿贾克斯小将米卡霍茨，转会费达到了5500万欧元。21岁的前锋米卡霍茨从2024年到现在
代表阿贾克斯出场111场比赛，打进26个进球，贡献27次助攻。这位比利时小将身高1.76米，非常值得期待。而阿森纳他们在失去维尼修斯之后，正在全力追求中锋奥斯梅恩，他现在成为主教练阿尔特塔的首要目标。目前加拉塔萨雷队还没有为奥斯梅恩设定确切的定价，但他们至少希望收回最开始的投资7000万欧元。27岁的奥斯梅恩身高1.86米，数据相当亮眼。上赛季在加拉塔萨雷29次首发，22个进球，6个助攻。现在土耳其联赛新赛季已经开始，第一场他就又有2个进球，帮助球队2-2战平了巧鲁姆队。他自己肯定渴望加盟英超，但是薪水非常高，这是任何俱乐部想签下他最重大的障碍。无论如何，双方已经有了初步接触。阿森纳认为接下来几周有希望推动这笔交易。英超水晶宫方面，他们已经完成了引进哈利利所有正式手续。这位21岁、身高1.83米的以色列中场球员效力于比利时的圣吉罗斯联合队。上赛季各项赛事首发了49次，6个进球，6个助攻。球员此前没能通过国际米兰的体检，现在将加盟英超水晶宫，看看国米的医疗团队的检查到底是先进还是落后。好，阿森纳边锋马丁内利，他的团队已经告诉阿森纳俱乐部，球员不想加盟土耳其的加拉塔萨雷。虽然土耳其球队已经向阿森纳提出一份4500万欧元的报价，而马丁内利呢和阿森纳的合同将持续到2027年，俱乐部还拥有将合同延长到2028年的选择权。阿森纳希望现在在马丁内利年轻的时候，现在25岁将他高价出售，但球员本人并没有主动要求离队。不过那不勒斯也正在询问他的情况。马丁内利虽然不愿意去土耳其，但其他的地方仍然有可能的。而切尔西据说盯上了阿森纳中场苏比门迪，阿森纳标价7700万英镑。那么如果罗德里离开曼城，曼城转而签下切尔西的恩佐，那就有可能出现连锁反应。切尔西会不会签下阿森纳的苏比门迪？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多米诺骨牌。而对切尔西来说，他们还有沃顿和斯科特可以选择。好，意大利罗马队今年夏天他们一直在追逐边路的进攻球员，但1年多了，已经考虑过15个人，至今零签约。有些是因为转会费谈不下来，有些是因为球员工资高了，还有些是其他俱乐部给抢了去。总之到现在1年多过去，这个关键位置仍然空着。罗马主教练加斯佩里尼从去年夏天等到现在1年多过去了，哈哈，只能说他们野心十足。今年夏天的转会新闻确实多，但实力有限，真正成交的太少。巴尔科拉据说他的转会费将从 1.45 亿英镑降到 1.25 亿英镑，但这个价格对利物浦来说还是太贵。如果真这个价格，那会追平去年利物浦为伊萨克支付的英超转会费记录。